为捡尸而发生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听说过吧？很多小姑娘都喜欢去酒吧 KTV 玩，喝多了就容易让人放下防备。随着夜幕降临，危险也悄然而至。每天晚上，酒吧门口都有一群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总是蹲守在街头阴暗的角落，寻找醉酒的落单女孩，强行把她们带走。之后发生什么，大家可想而知了吧？本期的主人公就是因为捡尸引起的全城关注，犯下了惊天大案。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19年的1月31日。这天晚上，利比和他的一群朋友准备去附近一家名为威利的酒吧玩，离利比住的赫尔大学宿舍差不多1公里。11点20分左右，他们到达了酒吧，可利比在吃饭的时候已经喝得太多了。冬天的冷风一吹，酒劲就上来了，走路都是东倒西歪的。门口的保安直接不让他进去，除了利比，他的朋友都被允许进入酒吧。因为利比没有带手机，朋友帮他叫了一辆出租车，付了车费，让他早点回家休息。紧接着问题就来了，本该几分钟的车程，几个小时过去了，利比还没有到宿舍。室友打电话问一起去酒吧的朋友，得知利比早就应该回到宿舍了。这时朋友们开始慌了，这醉酒的利比去哪儿了？这里我要插一句，利比的学校位于英格兰，大家想一下，2月的英格兰天是有多冷啊！这大晚上的，雪都覆盖了大部分的街道，更何况原本打算去酒吧玩，利比穿的那叫一个性感。朋友们找了一路也没有找到，越想越害怕，于是凌晨2点45分向警方报案。各位想想，这么冷的天，一个醉酒的女大学生失踪，这可不是开玩笑的。醉酒被冻死的新闻，相信大家也都看到过。好在当地警方没有提出所谓的48小时内不立案之类的条款，而是迅速展开调查，询问了利比的家人和朋友，但没有任何他的消息。刚刚说过了，利比当晚没有带手机，也就没有办法通过定位找到他。警方立马找到了当时利比乘坐出租车的司机，根据司机交代，他把女孩放在了威尔斯利大街，离开时在反光镜里注意到女孩正朝着宿舍门走去。出租车司机的行车记录仪证实，那天晚上的11点29分，他确实将利比送到了宿舍门口。随后，警方调查了路口的监控录像，发现利比在11点37分回到了主干道后，独自走向贝弗利路。他似乎在漫无目的的走，不久之后，他就在监控中消失了。很快，媒体就报道了这起突发事件。女孩失踪的消息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响，他们分发了传单，在大街上贴行人启事。警方很快收到了热心群众的反应。当晚11点30分左右，有人在赫尔大学附近的贝弗利路上看见了他。当时他明显喝醉了，摇摇晃晃地走着，甚至一度跌倒在人行道上。2个好心人把他扶了起来，还陪他在路边板凳上坐了一会儿，问他住在哪里，但利比啥也不想说。几分钟后，利比用很不耐烦的语气叫他们不要管他。此时的利比满脸泪水，语无伦次，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警方经过大量的走访，还是没有获得任何有用的线索。时间过得很快，找了3天也没有找到利比。利比的父母通过媒体寻找女儿的下落，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只盼望女儿早点回到自己身边，希望更多的知情人提供相关的信息。70多名警察和200多名大学生排查了他住所附近的每一个地方，包括下水道和垃圾桶，还沿着附近的河流进行了地毯式搜查。在众人艰苦搜寻的第4天，线索终于来了。一位居住在奥克斯路运动场附近的居民说，失踪当晚他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声音非常大，将他给吵醒了。当时他还看了一眼手机，是凌晨0点14分，尖叫声断断续续持续了4到7分钟。他走到窗边往外看，尽管外面下着雪，但由于月光充足，他清楚地看见了一名穿着紧身裤、短夹克的男人匆匆穿过公园，头也不回地走向了一辆银色小轿车，并且火速离开了。他觉得这很可疑，因为他并没有看到任何的女人出现。这个线索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这和利比的失踪时间相吻合，而且
之前查看监控时，警方就已经注意到一辆银色小轿车，他在利比失踪街区附近不停地转圈，转了好几个小时。当时的监控摄像头像素很低，无法看清车辆的车牌信息，只知道是辆银色小轿车。警方根据这条线索重新查看了当时的监控，终于看清了车牌，重新定位了这辆车当晚的行驶轨迹。最终在一个加油站的监控录像中清晰地看到了这名可疑的男子。这一看，其中一个警员立马就想到了另一件事，原来在利比失踪的那天晚上，他还接到过一个投诉，两名妇女说凌晨3点左右，一个暴露狂当街对他们做了猥琐的自慰行为，把他俩给吓个半死。这名男子不就是当天晚上那2名妇女指认的暴露狂吗？有时候案件的线索就隐藏在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里，我们需要细心观察才能发现蛛丝马迹。当天晚上，这名男子开车绕了几圈，在23点55分的时候，将车子停在了居民区的巷子里。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条死胡同，车子停在离主干道20几步的地方，大部分的监控画面被蜘蛛网挡住了，但从车型和穿着可以依稀看出就是这名男子。他把车停好后直接走到主干道上。同样的时间，利比的监控录像显示，这个时候他就站在这个巷子口的公交车站处。利比开始往前走，男子过了马路，沿着马路的另一边走，停了1分钟，然后又穿过了马路，这显然是在尾随利比。之后呢，他和利比一起交谈了5分钟，这也是利比最后一次出现的画面。回到巷子的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利比似乎还在人行道上，男子回到车上，开着车门，侧身坐在驾驶座上张望。几分钟后，男子起身关上车门，有人坐上了车后座，然后男子开车离开。警方后来还在男子开车离开的地方找到了利比的手表，怀疑是男子哄他进车或者是用力拉他时掉落的。车子继续行驶，0点11分开到了附近的公园，这里有一个小池塘是与赫尔河相连的。10分钟后，男子开车离开，这与居民听到的尖叫声的位置和时间点一致，这个声音应该就是利比发出的。男子回了家，2个小时后，他又回到了这个公园，停留几分钟后离开。这就是我们在监控下看到的所有内容了。2019年2月6日，警方逮捕了24岁的男子帕维尔。除了有充分证据表明他与利比的失踪有关，警方还以性犯罪和盗窃等罪名起诉了他。这是在逮捕后才知道了帕维尔犯下的另外几起案子。帕维尔全名帕维尔 Rovich， 是2个孩子的父亲，10几岁的时候从波兰移民到了英国。他之前呢当过屠夫，现在正在学习成为一名厨师。他的家人和邻居都说帕维尔是一个勤奋、喜欢健身和烘焙的人。各位可能会想，他是一个有着正常爱好和家庭观念的男人，怎么会是个变态男呢？一般我们看电影一些犯罪嫌疑人的侧写那些猥琐男基本上都是独居宅男类型，心里面非常阴暗。俗话说得好，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接下来要说的，你就知道他有多变态了。这2年，警方陆陆续续接到不少人报案称在街上有偷窥女孩的变态，一名男子多次在街上暴露自己，还有人报警称自己和男朋友在家里睡觉时，居然有人在窗外偷看，甚至有女孩说自己在家里的内裤上发现了不明精液。尽管警察当时是提取了 DNA 和指纹，但这些小骚扰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隐藏在他们中间的色情狂并没有被警方及时揪出来。作为调查的一部分，警方拖走了帕维尔的车子，从他的车里发现了许多偷拍女性的照片、旧的内衣和使用过的避孕套等等。帕维尔承认了自己是个性变态，他总是在晚上的时候告诉妻子他出去跑步了，而实际上呢，他就是在街上游荡，看看哪家的窗户能打开，看看有没有可以偷窥的，有没有可以偷的内衣，如果发现有现金也会顺手带走。警方问他关于利比的事情时，他一开始否认自己见过他，但在看到监控视频后改变了说法。他说那天晚上他注意到一直在哭泣的利比，他出于好心提出要送他回家，利比同意了，说自己住在橡树路。很奇怪，这不是利比的宿舍地址，这条路距离利比的宿舍大约600米，就在那个公园旁边。帕维尔说他们一到那儿就开始接吻，打算发生关系时，利比突然呕吐，那味道太上头了，这搞得他顿时没了兴致。
他要走的时候，女孩还求他留下来陪她，但他还是直接回家了，在家里洗了个热水澡，还看了一些成人电影。出于担心，他在2个小时后回到了公园，但发现 Libby 已经不在了。对于这样的说法，警方并不相信。虽然已经足以以性犯罪指控帕维尔，但此时还没有找到 Libby， 警方还是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帕维尔和 Libby 的失踪有关。警方也是很无奈。时间来到2019年的3月20日下午3点30分左右，在赫尔河流路口的亨伯河上，一名捕鱼的渔民注意到了水面上漂浮的尸体。警方到达后发现尸体的脖子上戴着一条字母 L 的项链。尸体呢，由于泡在水里的时间太久，早就已经面目全非。法医还是通过 DNA 对比确认了他的身份。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没错，这就是失踪了将近2个月的 Libby。Libby 全名 Libby Squire， 出生于1998年1月1日，来自英格兰白金汉郡。他有一个非常和睦的家庭，除了父母，他还有一个弟弟和2个妹妹。在学校里，他深受欢迎，性格活泼开朗，成绩优异，是一位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噩耗传来，原本还尚存一丝希望的家人们顿时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由于尸体长时间的浸泡，法医连他具体的死亡原因都不知道，这到底是被谋杀还是死于体温过低呢？但Libby的腹部和大腿上有明显的淤伤，他的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血液中含有198毫克的酒精，这意味着 Libby 当天晚上的醉酒程度是法定酒后驾车限制的2倍半。当然，也在Libby身上检测出了帕维尔的精液。随着案件的新线索出现，帕维尔又改变了他的证词。他承认那天晚上开车在街道上晃悠，就是为了在路上找女孩。这次，他承认了自己和Libby发生了性关系，但他死鸭子嘴硬，还是不承认自己杀了Libby。你想想，这个狡猾的帕维尔看警方在Libby身上找到了他的精液 DNA 了，就马上改口供。大家还记得吧？之前的口供还说他自己嫌弃Libby身上味道大，没有发生实际关系就立马走了呀。所以说他这个人说话是一点可信度都没有啊，毫无诚信可言。咱们一起回到Libby这件案子上，检察官认为有充分证据表明帕维尔对他进行了性侵。尽管Libby当时已经奋力反抗，但大家都知道，喝醉酒的女人根本手无缚鸡之力，估计当时都无法准确发音呼救，只能发出尖叫声。大家还记得吗？之前就有居民反映听到过4到7分钟断断续续的尖叫声，这不就对应上了。由此可见，这个帕维尔的心理素质可不是一般的强，不慌不忙。也许当时他还很享受对方挣扎的过程。我猜想他最后肯定是狠狠地捂住了Libby的口鼻，不想让他发出任何声音。完事后，帕维尔才从容地离开了公园。当时的Libby是窒息了还是晕倒了，我们就不知道了。可怜的Libby就这样被独自留在了寒冷的地上。然后你看看这个帕维尔，他呢回家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洗了个热水澡，在2个小时之后回到现场清理证据，比如清理下Libby的尸体，将尸体扔进连通着赫尔河的池塘里。最终2个月后，尸体才在另一个地方被渔民发现。关于对帕维尔的审判，他被指控违反公共礼仪和入室盗窃罪，被判处8年半的徒期，但在上诉成功后减至6年以下。虽然帕维尔的辩护律师在Libby案子上一直强调他俩是自愿发生性行为的，但陪审团经过6天的审议，于2021年的2月11日，关于帕维尔是不是有强奸和谋杀Libby的罪行，最后以11票对1票的结果决定，帕维尔 Ridgway 犯有谋杀Libby Squire 的罪行，判处无期徒刑。他可以在27年后申请假释，恶人终有恶人报。他这种人相信在监狱里会成为新的宠儿。这边呢，帕维尔的妻子对丈夫有着这样双重生活感到难以置信，原以为丈夫可能是有过出轨行为，怎么也没想到每天睡在身边的不是个人，而是个恶魔。帕维尔妻子带着2个孩子直接回了波兰老家。关于这个案子，我有点个人的看法。这个帕维尔虽然说是罪有应得，但是 Libby 的朋友呢？在Libby这样醉酒而且衣着单薄的情况下，深夜让他独自回家，我想这些朋友也会一直深受自己内心的煎熬。
如果能有一个朋友送他回家，一切的一切都将不一样。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回不到过去。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各位，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要注意自己自身的安全，尤其是在醉酒的情况下。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倩倩。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问题，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同时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以便了解更多引人入胜的真实案件。再次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